埃尔多安猛批国际政治格局，10国大使面临被驱逐。在土耳其和西方的这一轮较量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同情一下埃尔多安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最近几天呢，土耳其表现的有点像是一个开始爆发的火山。先是对国际政治格局发起了一个猛烈声讨，就是18号那一天呢，埃尔多安去非洲访问，在安哥拉见总统，然后在议会讲话的时候说世界大于5个。什么叫大于5个？意思就是除了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其他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权限太少了。说人类的命运不应该任由几个赢得2战的国家摆布，实际上咱没摆布啊。然后呢，他面对非洲听众，他就说了，说某些国家对非洲态度非常恶劣，在搞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主义做法。我一听呢，这话说的不错，他批评的是以西方为中心，这事儿就不是我们中国干的了。紧跟着呢，埃尔多安23号又说了，他已经下令土耳其外交部宣布10国驻土耳其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美国、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法国、荷兰、新西兰、挪威还有瑞典这10国驻土耳其大使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称土耳其长期关押了一个叫做卡瓦拉的人，并且迟迟的还不给人定罪，令人质疑了土耳其司法民主和透明。声明中呢，还要向土耳其政府施压，要求按照欧洲人权法院2019年做的裁决，立刻释放卡瓦拉。这个卡瓦拉呢是个商人，有一个慈善家的身份。之所以被西方国家那么关心，因为他是搞人权活动的，先后被土耳其指控参加组织了2013年的反政府示威，还有2016年的未遂政变。其中2013年那个示威啊，后来事情闹得很大，造成了8个示威者，还有1个警察死亡。2017年呢，这个人被抓了。到了这个今年2月17号被宣布无罪释放，然后议会就炸锅了。议会一帮议员，特别是执政党的那帮议员呢，对卡瓦拉无罪释放这个事儿进行了一个猛烈抨击。那么然后到了19号，人刚放出来2天不到就抓进去了。所以那些欧洲国家不干了，说你土耳其刚宣布无罪释放，怎么马上又抓？抓了人这么久，你还不开庭不宣判，这侵犯人权了。然后这埃尔多安也急了，说关你们什么事儿啊？做出了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有激烈冲突味道，这10个国家的大使不受欢迎。前一段时间土耳其还说要买美国的 F-16战斗机，估计现在呢，就算是美国军工企业想卖，美国政府想挣钱，但是美国大使被轰出来，还向土耳其卖飞机，顺应土耳其要求，但美国面子还要不要了？土耳其好歹还算是美国的北约盟国呀，最近几年为什么美国、欧洲跟土耳其的关系会有越来越多的冲突呢？其实这就让我们想起了过去亨廷顿写的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那么现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从政府官员到普通老百姓，骨子里边就有一个概念，我们是文明的，我们干的很多事儿是正义的，是理想的，是仗义直言的，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害人。但是他们说的正义是什么？他们的正义是以他们的历史、宗教、社会习惯为标准的。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宗教裁判所了，但是他们的思维本质还是把世界2元化，跟我一样的听我指挥的就是正义的，和我不一样的就是异教徒。其实也是因为这种老毛病在美国内部发作，跟我观点不同，跟我观点不一样的，我就认为你是不自由不民主的。所以有了这种历史积淀和文化，西方对待土耳其这样，对中国也是一样。这个名义上老百姓就会倾向支持他们的政府对别的国家内政进行干涉，而这些国家政府考虑更多的也是利用民间这种情怀性的支持来驱动公众，支持他们的政府去干涉别的国家，目的还是要攫取战略利益。所以只要经济上、军事上这些国家还能保持强势，还能把利益拿回来，这个循环就能驱动。从这个角度呢，就更好理解有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为什么那么恐惧，因为中国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我们用了一条跟欧洲国家和美国不一样的途径，也能让国家强大。这就让很多人意识到了，不是只有他们的路才是正确的。然后西方从民间到政府那个循环就没法在中国面前维持下去。所以前几天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跟公众交流的时候，有个小伙子突然跳出来说美国应该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这样纽约还能少淹死几个人。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价值观开始通过硬实力向外输出了。
我们的成绩越好，我们的实力越强，欧美国家能够重新思考的人也就会越多，他们的政府在我们这里攫取的战略利益也就越少。所以，我们自己的基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是有说服力的实际的外交，这比我们空喊几句反对的口号更有效。当然了，每个国家可以选择适应自己的发展轨迹。欧美一些先进的做法，我们看到了，也可以奉行拿来主义给我们自己用。我们的做法拿到欧美国家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强制别人服从我们的看法。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才是我们的优势。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能学欧美搞二元化。要是我们也和欧美一些人一样，盲目的排除异己，盲目排外，那么我们还没有打赢，就先把自己孤立了，这是得了欧洲人的病。好，关于从土耳其和欧洲的冲突如何看待中国的外交现实，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